晚上好啊，我是毛一方。今天的这个可以讲是马来西亚最诡异、最离奇的失踪案之一。当时新闻每天都在播，随着几个恐怖的影片和音频传出，当时是真的把大家都吓疯了，因为他很可能被一群森林里面的精怪给抓走了。因此这件事情震惊了整个马来西亚，全部人都不敢靠近那里。故事发生在2019年3月23号。那一天，那里举办了一个跑步活动 Kopeng Outer Trail， 路线是从椰壳洞开始，途中会经过加汉、巴杜布特、坎都，再跑回来。这几个地名大家也不用记，反正我读一次过后我也忘记了。总之就是山路很难走，绕一圈回来就对了。活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怪事就发生了。当时就有3个原住民突然跑了出来哦。他们都穿着传统的服装，当然不是出来跑步的啦。他们的表情就很严肃了，就不断的和主办方和参赛者讲：“你们今天不可以跑这里，今天是欧朗布念的宴会，你们最好不要靠近巴杜布特这个地方，不要去打扰他们。”宴会在里面吃自助餐、喝茶聊八卦，可是他们警告到那么认真，就不像是开玩笑的啊。原住民们就不断的劝主办方更改日期或者更改路线，可是大家都以为他是迷信乱讲话，就是不听。结果悲剧还真的是发生了。一个叫穆罕默阿斯哈桑的马来人，大家都叫他阿恰。阿恰29岁，身体非常的强壮，是个非常爱跑步的年轻人，喜欢参加各种各样的跑步活动。早上7点半，他们就在椰壳洞开始跑，路程25公里。阿恰的状态非常的好，一开始就冲到了前面，一直保持在前10的位置。可是那天天气怪怪的，山里就特别的安静，一直到中午2点左右，大部分的人都完成了。480个人一起跑，有479个人都回来了，少了一个，就是阿恰。这个时候和阿恰一起参加跑步活动的朋友等了等，就发现不对劲了。阿恰平时跑那么快，这个时候他应该在家里吃饭了不可能还没有回到啊。于是举办方和那里的人就沿着赛道一直喊一直找，一直喊一直找，喊到喉咙都干了，水都喝完了，还是找不到哦。因为他的位置一直都是在前10的位置，前面人少，举办方就以为他可能是迷路了。可是阿恰是一个聪明的孩子，参加跑步活动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即使他会迷路，也应该会在那边留下一点线索吧。就很像扭断一些树枝，或者堆积一些石头，又或者是做一些记号。可惜他这一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一点线索都没有留下来。阿恰的失踪实在是太诡异了。不久后，举办方就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照片，阿恰在第6个站台那里被拍到了。那个时候的阿恰确实还是在前10的位置上，距离终点剩下12公里。可惜这个也许就是他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了。有了这个线索过后，他们的搜索范围就减少了。他们就在第6个站台和巴杜布特的这个地方更加精力的寻找。可是到这里，大家就有点害怕了，因为巴杜布特这个地方，原住民也很严厉的警告了大家，今天不可以去。又那么巧，阿恰也消失在了这个地方大家就开始紧张了起来。一直到凌晨1点09分，还是没有任何的发现。这个时候，阿恰的朋友就等不了了，于是就在那里附近的警察局报警。政府也派了180个人去找，当时也有很多志愿者参加，全部人加起来就超过了800人。直升机飞来飞去，无人机飞来飞去，狗队也进来带路，这个阵容就很像拍电影那样。可惜找了2天，没有发现脚印，没有发现遗物，一点点的线索都没有。这个时候回想起原住民的话，大家就觉得恐怖了。这么大型的活动中走散，不可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吧？时间来到了第2天的晚上，有几个搜救队的人就气喘吁吁的跑回来，他们就紧张的讲，他们听到有人喊救命，听起来是男子的声音。可是随着声音走过去，什么都没有，而那个声音就不断的出现在前方。他们几个就这样跟着声音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了几个小时，声音依然还是在前方的感觉。回想起原住民的话，就开始怕了，于是他们就只好走回来找大家一起去。不久后，在网络上就有一个录音和影片疯传，
把大家给吓坏了。内容是来自搜救队的人。那天晚上，他们10几个人就随着那个声音慢慢的走去，其实已经找到阿恰了，可惜啊，阿恰他不要回来。阿恰当时站在一个很奇怪的边界处，表情不像是正常人。当时他眼睛很没有神，嘴巴上全是泥土，用手电筒看过去，完了，他在那边吃着蜗牛啊，而且看起来非常美味，他吃得非常的陶醉。他周围还有很多影子在动，像是人影，可是却是半透明的白影。虽然不知道是什么，可是他们看起来很凶，大家都不敢靠近。就在远处不断的喊着阿恰阿恰回来啦。这个时候阿恰就说了一句沙耶达纳巴勒，意思就是他不要走。听到这个，很多人都起了鸡皮疙瘩，看起来阿恰已经神志不清了，可能他当时是非常的痛苦。过不久，大家就只好向着远处大喊，可不可以放他回来？这个时候精灵就讲，可以啊，可是要换一个人来代替他。这个时候，全部人的时间像静止那样一动不动的。突然就有一个人朝那边丢石头，就想着赶走这些精灵，想救出阿恰。结果阿恰的身影突然就消失了，再也看不到了。就在第3天，又发生了一件更恐怖的事情。他的母亲突然就做了一个梦，这个梦很奇怪。母亲梦到阿恰坐在一个大石头上，他笑着说，这里很舒服，我和他们结婚了，我不想回去咯。到母亲醒来过后就大哭了，因为她知道阿恰真的是遇到了肮脏东西，回不来了。因此他家人就出了7万块的赏金，希望有巫师前来帮忙救人。果然重金之下必有巫夫。这个时候，来自本地的、印尼的、新加坡等等的巫师都前来做法，寻找失踪的阿恰。Sini, nampak mak tak siap? Nampak mak tak siap? 一些想来骗钱的就骗了不少钱，一些有实力的巫师就想着来挑战欧浪姆念，可惜啊，他们一个一个都被赶跑了。当时原住民们也不断的出来阻止这些巫师，原住民还讲，欧浪姆念本来是打算放他离开的。可是啊，巫师们不断的骚扰他们，他们是真的生气了，所以不打算放他回来。一直到了第15天，就在4月6号那一天，耶克洞附近的居民就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，于是就报警。这个时候，大家就认为阿恰应该就死在这里了吧。于是政府就派人在那个地方继续的搜索，他们就四处找，那边确实是很臭，可是什么也找不到。就连动物的遗体都没有发现。这个时候就有人发现那里有个很奇怪的大树，树里就传出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当他回头去叫人来这里的时候，这棵奇怪的大树竟然就消失了。找着找着就找到了耶克洞这里，在耶克洞里面也找了很久，可是到最后还是没有任何的线索。讲到耶克洞，其实这个地方还真的是有不少历史。据说洞里深处的一个地方藏着很多以前古代海盗和战士留下的宝藏。可是当探险家进去寻宝的时候，却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声音，声音就很像是一些咒语声，就很像是某些东西在进行某种仪式那样。所以就有人讲，阿恰也有可能是被这些东西给抓进去了。直到今天，阿恰的名字还是挂在失踪名单上。各位啊，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，很多东西我们看不见，不代表它们不存在。原住民的警告，探险队遇到的怪事，阿恰母亲的梦，巫师的事件，全部加起来，你觉得这个真的只是普通的迷路？所以啊，下次如果你们想去深山野林里面探险的人啊，最好还是先问一问那边的原住民，要不然啊，我又多一个故事讲了。下次再给大家介绍另一个在山里消失的马来朋友，他在山里不吃不喝的度过了7天，最后安全回来了，而且他还遇到了欧浪姆念。这位朋友当时还被新闻采访了，想看的朋友记得订阅啊！
拜拜，我们下期见。